Hello， 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小美杨子。今天我们把上次除过了坨菜下面的那块地萝卜地杂草不是长得比较高吗？我们现在把那萝卜地的草给它拔一下，除一除，顺便再看看我们前几天撒那个花发芽了没有。走。最近白天我们没有放茄子出来，怕它出来乱跑，吓人家小孩儿。看这个萝卜草，这个草是不是长得很高了？几乎都已经看不见萝卜了，完全把萝卜整个给淹没住了。是吧？是吗？这才多久啊，就长这么高了，太夸张了。现在这个温度高了啊，这草马上又起死回生了。像这个竹节草，我们之前那个水池旁边长了好多这个草。这个草有些朋友知道的啊，它也是一种中草药，好多地方就没有的，然后我们这儿就特别多。它是一节一节一节的，所以它就叫竹节草，侵略性很强的一种植物。因为以前好久没管它了，它就长成片了。刚开始的时候也没多少，就一点点。哎，嘘，调皮捣蛋鬼呀！嘿嘿。天气预报说今天是大太阳的，但是这会儿温度上去了，没出太阳。如果有太阳的话就好了，就这么一拔出来，拔的时候不是连根拔起了吗？太阳一晒它们就死了。比除的还好，除只是除的表面，它的根还在泥巴里面。这过2天它又长出来了。你看这个草，小时候我们家养猪的这种草可以当猪草，把它剁得碎碎的，跟那个糠一起煮，猪特别喜欢吃这种草，又嫩。哎，你看，以前这块地我们把它开荒出来之后，就这一块地我们种的是花儿，边上都是种的有菊花，还有栀子花。你看这个就是栀子花，还种的有那个血红色的杜鹃花。后来就是因为这个草长得太快了，把那个杜鹃花给覆盖住了，然后那个杜鹃花就死了。这草实在是长得太快了。这是陈银川的小黑狗，它叫芝麻。芝麻开花节节高。因为它体型很小，所以叫它芝麻，而且又是黑色的。寄养在我们家的陈银川，他现在上学嘛，不方便养，正好给茄子俩搭个伴。因为如果是按照一般人的话，都会觉得菜地里面应该搞得干干净净的嘛，对吧？我以前也是这么认为的，但是这1、2年以来，看见老爸种菜，我就觉得。其实这个草也是分情况的，像坨菜那种，它已经自己本身蔬菜长得很高了，下面的杂草没有长得很高的情况下，如果你时间不是很多很充足的情况下，你也不用那么着急的给它除草，可以再看看。但是这个萝卜，你看它已经完全把蔬菜把我们的菜给覆盖住了，所以它就会抢占走很多阳光和雨露。这种草我们是最好一定要抽时间把它给除掉的，就是说你的时间怎么合理的分配和利用嘛？因为像我们农村这边，有时候你种的菜很多，地也很多，又不是很集中，管理起来又很麻烦，所以你要把你的时间分清主次。像这种就是可以排在第一位要把草除掉的，然后坨菜的那种草就可以往后去延迟一下。这种草你不除，这个菜就长不好。
好像这个萝卜品种跟我们之前采摘的那个萝卜品种不一样，这个是有点紫红色的，偏紫的淡紫色。之前我们摘的那个是红色的嘛，应该吃起来味道也有一点点区别。来，轻一点，轻一点。芝麻和茄子都挺怕热的，因为本身黑色就很容易吸热。如果进入夏天的话，像茄子晚上一般都是不太出去的，它就一定要是在家里面吹空调。但如果冬天大家出来的话，就在雪地里面打滚，怕热。像有一些朋友种菜，可能是就不是以此为生的，他有很多时间，也没有种特别多的菜，那种情况下，你可以把你的菜地搞得干干净净的，然后最好也是用拔的这种方式，因为拔的时候可以连根拔起嘛。其次的话，如果你用除的方式，很有可能把这个蔬菜的根不小心也给除断了。另外就是，你们那的天气可能也不是特别缺水的情况下是可以的。那像有一些北方或者是像我们湖南这里的秋夏季那段时间是很缺水的状态下，稍微有点杂草，其实还可以保持土壤保水保湿。像我去年就很明显的一个例子，我去年我们家屋后我不是栽了很多绣球花嘛，大家养绣球的可能都知道，因为它不是像那种太阳花很喜欢全日照的环境，像夏天太阳很高的情况下，它很有可能就会晒死或者是晒焦。我就把它旁边的草全部给它拔了，然后导致后来它们差点死掉，因为拔了之后那个土表层就变得很干很干，处于很严重缺水的状态。然后那段时间也没有下雨，所以就差点死掉。我那段时间基本上每天早上和晚上都要给它们大量浇水。如果我不给它拔那个草的话，我就完全可以不用管它，它也可以生长得很好。所以这个绣球花跟这个蔬菜也是一样的啊，就这个草也得分情况，有些草是有帮助的。地区的气候条件都不一样，土壤环境也不一样。像我们湖南这里就属于一年四季都很分明，每个季节的天气环境都不一样。你像春天这个时候就属于雨水，春夏天属于雨水比较多的，然后植物长得也是很茂盛的。然后进入秋天之后，就是一般情况下都是比较处于干旱缺水的状态。然后到冬天的话就是比较然后阴冷潮湿的这种感觉。其他地区你像南方可能都一直是属于那种温润啊潮湿啊，一年四季都是这样。像北方一直一年四季都属于那种泥土比较干旱缺水的状态。不同的季节不同的时间段，它的气候表现然后给这个土壤的感受也都不一样，所以有时候就是要因地制宜嘛，然后也要灵活应对。你像如果是在温润的地方，一年四季都不缺水的情况下，你这个草其实就没有必要留着。你像我们这儿的话，到秋天以后，菜地里面稍微有点草，它反而可以保障土壤的湿度。这样就不至于你把草全部给拔了，到时候蔬菜特别缺水，你还要人工的给它挑水啊、浇水啊、灌溉，就会花费掉你很多时间和精力。所以其实那样就是适得其反嘛。因此呢，每个地区都有每个地区的特点，不能一概而论，很多理论不能一概而论的。我其实以前也不懂这些，就是回来这2年多的时间，跟老爸一起种菜，然后去体验，就感受到这些关于种植啊，还有植物啊，气候啊这些特性，就稍微有一点点见解。我在河南上的大学嘛，河南那边天气就跟我们这儿天气又完全不一样。河南他们那儿的土壤是属于有点很干燥的，一年四季差不多都是这样，就是他们菜地里面可能想有这些草、这些植物绿色的，可能都很难，因为受气候环境的影响嘛。他们缺水的话，就必须得人工浇水或者是机械浇水。但是我们这儿一般种的好的话，像我老爸，
除非是特别干的情况下会给它们浇水。往年的话，正常天气我们都不用给我们的蔬菜浇水的。所以有一些朋友们看到说，哎，杨四你们家的蔬菜长得这么好，也没看你们浇水啊、施肥啊什么的。所以是跟我们这儿的气候和我老爸他在种菜的时候他的一个习惯有关系。但是如果是在很干旱的时候，你把草都拔了，那肯定是需要浇水的。一般种庄稼的人啊，都会有一个习惯，会提前看天气的，因为不同的天气可能要做的工作都不一样。春天看天气预报，未来几天都是天晴，你可能就要开始准备除草、挖地、撒苗、育种。如果是要下雨的情况下，我们家这个时候一般就会在大棚里面做那个育苗啊，还有壮苗呀。所以根据天气情况的不同，每天的时间安排也都不一样。而且有好多事情你也要提前去做安排，不然等到那一天来了，你再去做就来不及了。你比如说有些菜是不能淋雨的，特别是那个草莓嘛，它就不能淋雨的，你就要提前给它盖上薄膜，不要让它淋到雨。有些草好拔，有些草不好拔，有些还有根在地里面，那根留在地里面，它还是会发芽的。因为我们春天不缺水的嘛，所以给它拔干净一点。如果是到夏天，就稍微会留一点草在地里面，那草拔的也很治愈，声音听着好舒服。戴个手套还是好一些，不戴手套你拔完之后，那个手全是绿色的，洗都不好洗。刚才忘记带个板凳出来了。你看这个蔬菜都已经不长了，停了，都停止生长了。等这个草在地里面烂掉，它们又会变成肥料。但春天了，大家都出来干活了。那上面妖婆婆也在弄，她后面有一块菜地，就那个板栗树旁边种的有一些果树。哇，因为你种么子的，我看你把地嘛弄干净。我们上次在市里面买的那些种子都已经撒播了啊，然后就没有给大家分享这个种子怎么撒播的一个过程和视频，因为这种撒播的视频之前已经录过很多次了，等它们发芽的时候再带大家去看一下。年前撒播的那些种子，现在陆陆续续也开始在发了，气温回升了，它们就会长得很快的。看这个萝卜拔出来就是这样的，下面这一节白色，上面慢慢的就变成红色了，中间是一个渐变色，粉嫩粉嫩的，还挺好看的啊。因为没拔草，所以它们长得好慢，现在只长这么大一点，一个手掌这么长。哎呀，搞了一大半了。我们下面这个池塘很浅的，以前是个水井，有朋友说让我买点鱼苗养到里面，不合适，空间太窄了。你们说这个草也可以给鸡吃啊？鸡其实不太喜欢吃这种草的，刚出来的小嫩叶它是喜欢吃的。我们这个地上之前我在这儿也栽了有郁金香，还有彼岸花，后来也基本上被老爸给挖死了，因为他也不认识，他不知道这下面有栽的有种子。现在这里就全部都种菜了，栽花肯定是栽不好的。
哎呀，胜利在望呀！还剩一点点，这边等会儿也把它拔了。终于弄好了，边上吧。好了，今天把这个草先堆在沟壑里面，它晒一晒。改天我们再把这个沟壑清理一下。好热呀！虽然没出太阳，干活就是累。来看一下我们上次这片撒的花种发芽了没有？好像还没有发芽。应该还要再等几天。撒下去才3天左右，喝点水补充一下能量。这个水很神奇，它居然没有能量，它所含的元素只有54毫克的钠，然后它能量是0，所以多喝也不会长胖。好了，今天视频就分享到这了。感谢大家的关注和支持，下期再见，拜拜。看，能量是0焦耳。我之前都不太敢喝这饮料，因为喝多了怕长胖。后来一看，诶，居然没有能量，好神奇啊！